及3技能的冷却都是比国服更加的优秀的。对的，然后包括刘禅的话，其实这2个队伍在最近的比赛都有展现出来，包括大帅。他是作为一个游走位置，可能在英雄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之下，作为一个开团的应付的存在。那么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双方这场 BO7的第一局。在决赛当中，我们依旧保持的是全局 BP 加 BO7 加巅峰对决的赛制。第一局比赛，在蓝色方的是 TT Global， 红色方是 AGL。先办先选，搬掉了后羿加上庄周，而 AGAL 则要考虑是否要把这个张良放出来给对面了。对，因为在这个版本当中，张良如果放出来的话，在没有庄周的情况之下，这个版本又没有太乙真人，又没有苏烈，也没有影，也没有影啊。所以在对位上其实是很难打的。没错，所以公孙离也要被送上班位。此时的达摩和法提赫都出来了，但是射手位有一个敖影还在外边呢。是，而且公孙离后羿全部都不在了。看他要不要抢？抢哪个？抢达摩。先选达摩。达摩这个英雄对于 KPL 的这2位对抗路选手来说都是好手。而且达摩，如果对面就是一诺这边选择了敖影的话，达摩是对于敖影非常有威胁的一个英雄。对，在这个版本当中呢，达摩的2技能伤害以及大招的击退距离是无视韧性的，这个点是非常好限制敖影的。所以在这一次的 KW 赛场上，我们看到了很多 KPL 以及非 KPL 赛区的对抗路选手，都给我们展现了达摩在这个版本里的强度。而后续的话，因为你敖影放出来了，所以 AGL 顺利的选到了下路双人组躲龙。甚至他3楼就是一个夏侯惇，看左边要不要直接出少苏元加大司命预判一下对面的夏侯惇。大司命出了，少苏元没出，出了个杨玉环做摇摆。没错，这个杨玉环的话，在 KW 赛场上也是和我们 KPL 一样的中单，要么就是辅助。那这样一来 ，AGL 正常没有选夏侯惇。选择了一手真姬，选真姬的话，那套阵容会不会显得下半图过弱了一些？目前来看的话，真姬中线弱，然后下路敖影弱，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弱，主要看因为有朵利亚的存在他这个对线强度还是有的，主要看对面是谁。因为这个杨玉环如果摇到游走位的话，有一说一，首先这个杨玉环放在这里的话，你对面其实不知后我在3楼不好出的。因为杨玉环在 KWC 的话是目前来讲的话，在中路的位置没有了嫦娥这些英雄、沈梦溪这些英雄对抗之后，杨玉环走中打火舞其实是蛮常见的，要么就是诸葛亮，对，要么就是一星了，要么就是诸葛亮这种那么后续的话，不出火舞既然自己没拿，也没有给到 TT Global， 因为 TT Global 是可以通过杨玉环做摇摆的，走到游走位置去打一个对线。这样的话，不出后不给你，想把你杨玉环逼到中轴去。而 TT Global 的话，则是搬掉了法提赫。是的，强势的对抗路。刚刚你前3路没有选嘛，那我就直接去搬掉。而 AGAL 最后一搬是搬掉了孙膑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好像第一次出现在班位。孙膑这个英雄，如果要是给到了对面，就是孙膑、杨玉环，对吧？这套组合，然后在先手上的话是有一个达摩，但是他们打野的位置其实并不是配的像白起这种英雄，而是配了个大司命。但是这样的话，等于是给大司命带来了2个引擎，一个杨玉环，一个孙膑，一个高拉扯，一个有续航。然后 TT Global 后续班位给到了亚莲，怕 AGAL 的双大亚莲对于小雪接下来要选的这个英雄进行封锁，因为目前来看，如果右边出了双大亚莲打团的时候，不管小雪这局拿到什么，他可能会被迫拿到一个守约这样的，对，有多段位移、有自网能力的一个英雄才能去应对双大亚莲。毕竟亚莲在目前的国服版本里面出场率比较低嘛，但是在 HOK 的国际服的版本里的话，亚莲还是很强的，而且亚莲本身也是轩辕的招牌嘛，轩辕有个亚莲王的称号。是。那么紧接着 AGAL 则是在边路的位置给轩辕要拿这手夏洛特，那把打野放到最后了。有一说一，这个阵容选的真的有点弱了。目前来看，线上下路其实这个双人组还是挺强的。中路跟上路啊，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左边，因为中路还没出，我们先看看嘛。对，他出什么？现在就看九哲教练会给 TT 拿什么样的下路双人组，是杨玉环加一个射手，还是杨玉环走中然后再出下路双人组？看他这把的射手要不要补一个大后期？要定性了。阵容虞姬加墨子，这个下路双人组够强了，也够强准度只要够的话，其实打下路打朵利亚跟敖影是完全不虚，甚至是很有优势的。而 AGAL 必须要在打野的位置补强一个英雄，拿了一个梦奇出来，至少能够保证在4分钟龙团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前排可以帮我做支撑。是。
他这把其实没有拿小火盾，也是看到对面提前出了这个大司命嘛。对，然后他拿了梦奇出来，其实跟朵利亚也是有这种双大的配合，让梦奇在找着时机的情况之下完成开团。看嘉欣在跟九哲教练进行激烈沟通，因为感觉到右边梦奇一级弱，中路甄姬线权弱，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可能他们在开局会，按照自己的这种进攻风格，对 AG 的野区策划一下，看能不能进去。对，就是对于两个队伍来说，尤其是对于两个打野来说，他们是非常擅长去控制对面的 buff 的。两个打野选手，包括这两支战队，他们的场均红蓝 buff 的控制率全都超过了50%，也就意味着他一定会进到对面的野区。平均的话，没错。两位教练在第一局比赛也做完了 BP 握手。这对于九哲教练来说，刚刚黄超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九哲率队进决赛，都夺冠了，胜率100%，是都夺冠了。那么就看看战文玉教练在今天的 KWC 的舞台上能不能去断掉九哲的这个荣誉，还是说九哲继续延续自己在决赛的100%胜率？双方的第一把阵容已经做出来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 AG 的这个阵容似乎是显得有些弱，但是必须要强调一下，朵龙，尤其是龙。就是敖影这个英雄在下路在这个版本里面还是很强的，数值是比我们国服要高一些的。对的，来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双方 BO7的第一局。我是九儿瓶子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这盘 AG 要通过换线的方式去弥补他中线比较弱的这个点了，而看到 TT Global 这边则是派了3人来中路观看一下情况。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是把 KPL 的应援这个习俗带到了沙特来。这边两边打野是争夺山豪的时候，同时交出了惩，最终中意的梦骑士守住了自家的野区。对，这样双方打野都把惩交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回自己家的野区去理自己的节奏了。这么一看，嘉欣这边是纯亏，还浪费了时间。第一波，那 AG 的这个野区危机化解掉了。就 AG 他们在这个赛季更多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内容，就是在前期不会做得很强，包括他们在春季赛夺冠的时候，他们的整体阵容在前期做的也不会很强，就是在中期。所以 TT Global 的话，他肯定是想着我今天看看能不能在前期给嘉欣创造出他的优秀环境，是因为这一位选手是很喜欢打野区进攻的。他的打法非常团队，但是这一把一上来 ，AGAL 是对于自己家的野区做了一个布防，并且让朵利亚来上路了。但是大司命刷完野区过来之后，想要对于大帅的朵利亚进行一波围攻，但九星的这一炮机关重炮没有中，他前期墨子命中率低了点。对，但是他们还是稳定的拿到了上路的空间之灵。反正对于 AG 来讲，这个阵容就前期慢慢过渡。对，但是这个常见的 AG 射野辅抱着一起吃。墨子这一炮被挡了，梦奇是为了护住自家的野区啊，对，往前站不让对面进来。梦奇打这种偏 poke 流的阵容，他的护盾包括他的质量转双抗的这个属性还是非常有优势的。主要他一技能可以移动释放，所以他很灵活，他未必会吃到你这个炮。对。可以看到九星他很尴尬，他每一炮其实都是朝着梦奇去的。下路的位置，这一波小雪是把闪交了，对他怕被甄姬给控住啊。应该在下路的这个位置，双方在吃线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摩擦，虞姬把自己的2技能可能交了吧。然后就被常胜找了波机会，毕竟常胜也是看到自己队友在河道位置赶过来了。那么近那么远，周末到河北，这个怎么到沙特去了？你们把这个横幅都带到沙特去了，观众都太有才了。是的，还是非常有爱的啊。这把对于青青达摩来讲的话，他4级之后，我觉得他没必要跟夏洛特一直去对线，他要尝试找机会，时不时来中路找一波机会。把达摩这个点的优势发挥出来。如今的 AGL 是防住了 TT Global 对于自己的野区的一些骚扰和进攻嘛，就看双方在4分钟这波龙盘的部署了。进野区这波应该反掉了一只，对，山豪一组野怪，终于是反掉了。心心念念啊，嘉欣这一局比赛一直对于这个山豪有想法，但其实完成不了连续去控的话，经济差是拉不开的。对。
然后在经济分配上，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中艺这边的经济要更高一些啊，在上野上的经济都是领先于 TT Global， 有一些小的资源的控制上 ，AJL 这边还是拿得更好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双方经济几乎5-5开的情况之下，基本上就是在资源上没有什么争夺。但是到了这个版本，大家都学会了让野辅并线带着任何一个3线的选手去一起吃，这样经济会最大化。来看一下这波暴君的摩擦，达摩是没有做传送阵直接下来了。对，而夏洛特的话，渲染已经传过来了，两边都不想放。对，墨子过来一炮，但是梦境环又挡掉了这一炮，没有被晕住。那这条龙最后是被嘉兴的大司命拿到。TTG 因为他这个阶段的控制比较足啊，导致了 AG 想要挤过去视野很难。毕竟在夏季赛的时候 ，TT Global 的暴君控制率是75%，排在了全联盟的第1。他还是把这项属性带到了 HOK 的版本。对，下路两边射手终于对上线了，可以看到虞姬这边还是能够压住奥运的，单打线。想用1技能，小雪想尝试抢一下这个赤甲，没有抢到，还是被 AG 给保住了。真机来了，对，一炮。用龙魂去补刀了，但是这一波一诺的血量其实是被小雪消耗的挺惨的。对，只要吃一剑就感觉对不了位了。一拳轰回来，大招2技能往回走，想用这一拳上墙打进塔里借塔，想打一波大状态或者逼轩然闪的，但是距离也太远了。对。这波嘉兴是想进 AG 的蓝区的，但是他有个真机在这给了个大招，那只能往神图往回放了。达摩过来了，那这个时候但达摩没大，他过来就多个人啊。梦琪的这个大招直接交了。梦境环有反砸，砸完之后连一套，把青青给逼退。中艺手上还有一个大，是那之后想要去压下路，渲染个2技能躲掉了机关重炮，下路的兵线清掉了。TT 还想骚扰的话，就已经进不去野区了。没必要了，可以走了。这样 TT Global 前期想打进 AG 的野区想法，已经完全被 AG 给化解了。AG 在这场比赛的第1局，对于 TT 的野区攻防还是做得很精彩的。然后 TT 的话也一直都没有放弃嘛，不断的在寻找下路想单杀，哇！他最后一次性一个2技能，渲染单杀了小血，而且是越塔夏洛特杀虞姬。这波墨子过来之后给一炮，然后接一个大闪，大招打断，2技能上去想走位躲，强化补攻，最终还是被机关重命中，最终被赫斯杨玉环赶到收掉了渲染。但这波单杀已经很赚了，他并且拖延住了时间。看一下 STC 的精彩回放，先是在线上打斗的时候就把虞姬的2技能逼出来了，然后后边起了杀心，当时小雪也预判了交了闪现，但还是被渲染。看一下左河道的位置，轻轻的达摩也被抓到了，最终是被中艺的梦琪给拿下。就是因为刚才夏洛特那波击杀，导致了墨子跟杨玉环都要过去收夏洛特。他上半区的人手就少了 ，AG 又对上半区进行了一波进攻。对，就正常来讲的话，虞姬2技能物理免伤，这个时候夏洛特想要去击杀虞姬是比较困难的。他只要不交的话，其实夏洛特没有什么想法。但是他交了。又来了，上去激光王剑划9星，再上去一个大招，激光王剑又划，朵利亚跟过来，大帅帮助渲染再拿到了9星的人头。哇！此时的 AGL 就要开始发起进攻了。是的，你这边频繁出现掉点，那 TT Global 其他人就要为他的死买单，去填坑。这个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到 TT Global 自己的节奏，因为原本想的是 TT Global 一直在找机会进 HAL 的野区，然后多次被 AG 防守下来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渲染在旁边，在边线打开了缺口，有点一人破局的味道。对，本来双方比较均势的，都在找一些机会，但是这个机会确实被渲染找到了，就是原本僵住的局面活了，但是单方面活了。然后 AG 这边是通过 TT Global 调人的这个时间把下线断了，他就有更多的人力去做别的事情。对。而且 AG 的对线其实是非常灵活，一直在处于一个换线的状态，并没有说我all in要一直跟你虞姬打，我这样会被压，他没有这么做。那这一波是变成了 AGL 把中线压进去，然后开始磨中路的1塔，同时中艺在打这个蓝 buff， 最终变成了 TT Global 塔也没有了，蓝也没有了。全亏画面，是的，很被动了。现在他们的进攻手段，这种 poke 在 AG
抱团期的时候已经不够显著了。是，上路的位置，赫茨也被压了一波状态，被打回家，二塔也守不住，被 AGL 给推掉。一诺跟大帅2个人去上路推了二塔。你看经济差，这个经济差4000了。就其实，在前面双方僵住局面的情况之下 ，TT 这边经济还是落后了个几百块钱的。是，但那时候经济不大嘛，对，他们也一直在尝试找机会去突破，但没有想到是通过轩辕这边的个人能力在线上找着了一波突破口，引发了后续的一些连锁反应。就关键是什么？你下路打了一个缺口之后 ，TTG 就得补这个缺口，对吧？拆东墙补西墙。那你把东墙拆了之后，你东墙就有个口子，人家上路就被突破了。它间接的影响就是线权啊，我先推了线之后，我就可以更快的集结人手去做更多的事情。你看现在局面上 ，AG 是能出2线的，但 TTG 作为现在的一个劣势方，他只能出1条线。但他出1线之后，下路的兵线还是被轩辕给他处理掉了。处理完了之后 ，TT 就得回头去处另外半途的2条线。是的。而此时的下半途的话，就又被 AG 开始做线，轩辕已经开始从2塔堵线了。等于这个阶段 AG 只要不掉人，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局面给扭转回来的。对，直到这个龙刷新为止。正面上去想先消耗，打一波状态，达摩的闪现被逼出来，那这样后边就没有什么威胁了。然后你3火魂抽一波大司命，现在奥运的伤害已经非常高了。夏洛特在利用野怪把被动叠满了。对。叠满层数，而且他在这个位置已经跟大司命其实有了一波交互了。这波上去七星光芒剑划一下，想要击飞杨玉大招，杨玉大招被逼了出来，大司命大招也被逼了出来。夏洛特再来一个1技能，然后2技能退回来，然后到下路的2塔，把2塔再拔了。武将真猛了，是吧？这样10分钟的龙刷了，然后 AG 是先控了一波 TT Global 的红 buff， 再回头去开龙。把你的人全部赶回高地。对，就像刚刚夏打说的一样，武将确实猛。在这个夏季赛，尤其是第1赛段的时候，当时的 AG 的整体状态不佳，可是轩辕的状态保持得很好。是的 ，AG 其实在整体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他们是总会有一些状态好的人把这个底给兜住的嘛。对，今天他不是兜底，他是这个破局的存在。没错。其实2个对抗路选手在这一次的夏季赛啊，2个人累积是一共加起来拿了11次 MVP， 青青是6次，轩辕是5次，这都挺多的。是。你看 TT Global 这把想要做现优的阵容，现在打得极其的被动，直接冲塔了，一波激光剑划掉了达摩，再来个激光剑，然后让一诺补了尾刀，带走了9星的墨子。但是轩辕这波夏洛特也正好在里面，不过下路破掉了高地，梦奇换上去之后，与交的闪现退回了泉水里，想护了下路的一个残血炮车兵一波比赛吗？有点过难了。虞姬出来之后把兵线给清掉，转中路把中路兵线压进去，看杨玉环和虞姬2个人能不能守得住，有点困难。不过中路和下路还有2条兵线，是的，想要等 TT Global 其他3个人复活，但是似乎 AGL 不想给机会。一诺先变龙形态打退了赫茨之后，让队友在正面再突破掉了小雪，然后再回过头队友一波集火，团灭了 TT Global 拿下比赛，让我们恭喜 AGL 拿下第1局。在阵容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 AGL 的阵容是不是会有点过弱了，在前期的对抗上，可能没有办法去跟 TT Global 在野区上去做对抗，但是他们在前期的协防上做得很漂亮。就是 AGL 他没有固定的对线思路，他一直在频繁的做一些换线，对，让夏洛特对到了虞姬。本来虞姬对到敖影的时候是有优势的，是的，但是当夏洛特对到虞姬的时候，虞姬被单杀了。但这一个单杀就成为了这一局